习近平撑不住了吗？传出2周内3度突发心脏病，岛内风声炸锅，有人已经准备罢免。俄罗斯情报单位发出警报，普京亲自下令密切监控北京。画面一转，习近平安排家宴，女儿谢明泽首度陪宴登场，彭丽媛亲自作陪，还刻意强调这是他第一次与外国领导人共进晚餐。这不是接班，是托孤吗？红墙真的要变天了吗？一尊撑不住，中共进入最诡异的倒数时刻。今天我们就带你撕开这场家宴的面具，看懂背后真正的权力风暴。你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真。俄罗斯知名的 Telegram 账号 General SVR 6月9号爆料，上个周末克里姆林宫收到了来自对外情报局的报告，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5月25号至26号夜间突发了心脏病，而且6月的第1周又突发了2次心脏病。报告还说，中国的一部分领导层已经决定罢免习近平，而习的亲信的力量将竭尽全力保住习近平的权力。爆料称，克里姆林宫对此极为警惕，普京已经下令要密切监控北京局势的变化。相关医生对习近平病情的内部评估是，习近平如果再出席2次这种会议的话，可能会现场出事。时事评论员唐静源表示， General SVR 这个 Telegram 账号在2020年就已经出现了，自称是由俄罗斯的外国情报局的一些前任或者是现任成员在运营它。该账号因为此前经常发布一些有关普京的健康状况，或者是克里姆林宫的一些内部消息，包括俄乌冲突相关的一些比较惊悚的爆料而闻名。因为俄罗斯政治存在很大的不透明性，所以这个账号的很多爆料也都难以核实。但是这个账号在西方的媒体圈中拥有相当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太阳报、纽约邮报等老牌报纸也都曾引述他的消息进行报道。有医学背景的唐静源表示，去年传出习近平中风，当时他也被拍到右侧后脑下方有非常明显的微创手术切口，而医学界公认中风和心脏病二者是有密切关系的。大量的研究表明，中风侥幸者有高达 50% 到 75% 的人在未来的几年内会因为心脏病或者是其他的心血管问题而离世。唐静源认为，习近平近期的心脏病发作更像是心绞痛，因为如果实质性的心脏病连发3次，可能早就躺在医院里了，不太可能出来见人了。唐静源表示，俄罗斯方面的爆料和习近平的健康状况相吻合，也和近来中文圈的各种爆料相吻合，所以应该还是比较靠谱的。时评人张天亮博士表示，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是对习近平权力的最大的挑战，也让习近平安排女儿习明泽出席为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举行的家宴，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日前，白俄罗斯方面爆出，习近平以家宴款待卢卡申科时，习明泽和彭丽媛都现身作陪。习近平还刻意介绍，历史上我的女儿将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与一位外国领导人共进晚餐。消息传出后，一些人认为这是习近平要安排女儿接班，但包括张天亮在内的很多时政观察人士都认为，在当前中共体制下，这是不可能的。张天亮表示，如果关于习近平健康状况的爆料属实的话，习明泽现身家宴就可以有另一种解释，就是说习近平自知身体不好，可能没有办法长时间掌权了。习近平也知道自己几乎得罪了党内所有的派系，不管是太子党、改开派、红二代、技术官僚，包括企业家，甚至毛派都对习近平有意见。所以习近平是不能相信党内这些元老们对保护习近平家人安全的这种承诺的。所以有一种可能就是习近平要托孤，家里面的人得找人照顾，于是就想起了卢卡申科。自媒体人文昭在分析习近平以家宴的形式招待卢卡申科，并让自己的妻女陪同这意外安排时，也认为是习近平个人有求于卢卡申科。文昭指出，以往2国元首互访，家宴不是宴过就完事了，
两国元首还得签大单，还得达成一系列协议，发表重要联合声明，不能光秀亲密没有实锤的成果。而这次卢卡申科访问中国，习近平用家宴招待他，还真的就是只秀亲密没有成果，还不是一般的亲密，连女儿都出来待客了，说明这次访问对习近平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到目前一个比较有把握的推理是，卢卡申科应该是习近平自己请来的。白俄罗斯是在卢卡申科出发的当天才发出消息，也是非常突然的，并没有提前预估他将访问中国。可见这次访问双方之前的沟通过程并不是很长。如果卢卡申科此行是为别的目的来的，比如充当普京的特使，或者是向北京要钱要资源，是卢卡申科自己提出要来的，而中共这边碍于老朋友的面子，勉为其难的同意，那么习近平就完全没有必要搞个家宴，显示对他那么亲密隆重，更加没有必要让从来没有曝光过的女儿也露面待客，给了他这么大一个面子。卢卡申科现在已经回去1个星期了，也没有见到任何形式的元首会晤成果发表，所以现在可以比较有把握的推测，卢卡申科就是习近平请去的。这次访问是习近平有求于卢卡申科，不是卢卡申科有求于习近平。也就是说，真的有不为人知的大事在进行中。文昭说，具体这个大事是什么，他也不知道，但是大家也不用太急，既然是大事，不久就会有端倪显露出来了。虽然 General SVR 的爆料和近期的许多传闻相吻合，并且让席明泽意外现身这件事有了更为合理的解释，但是张天亮还是对其抱持一种谨慎的态度。他指出，主要原因有3。第一个原因就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如果有报告，特别是关于中国政局的报告，它应该是绝密文件，这种报告对外泄露的可能性是很小的。第二，即使是泄露的话，也有一个过程，就是说，当这个事情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的时候，才可能会泄露出来。而现在的消息是，这个报告写作的时间是6月9号，我们6月10号就看到了，感觉报告泄露的太快了。第三是，这么大的事件，如果是真的话，各大主流媒体会蜂拥而上竞相报道，但是我们到现在都没有看到，所以这件事还是需要再观察一下。那么您是怎么看这个消息呢？欢迎留言告诉我们。觉得上述爆料有谱的，请写下1；觉得没谱的，请写下2。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